我们先量出它的宽啊，宽是1梳子啊，然后长呢是1份梳子的1半啊，就是1比1.2，宽是1，然后长呢是1比1.2啊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定它的长度。好，先剪出一个大概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将整个的头发全都按照这个长度呢，先剪出一个水平线啊。注意啊，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层次，我们现在只在定它的发长。好，这边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多余的长度呢先拿掉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，假如我们长发改短发的时候，剪发没有感觉啊，我们先按照这个发型的长度先剪出个大概，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度里进行发挥，你会发现，你会突然就有想法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么长里去发挥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就知道怎么剪了，无非是拉层次啊，然后做一些流向，是吧？好，这是题外话。那好，我们把它做好长度之后，找到它的黄金点。黄金点呢，在2个面的交接的位置啊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中线左右分开，黄金点到耳上点分一条直线，分为它的前后分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做出它的重心比例。什么叫重心比例呢？就是它层次的高低。我们在黄金点取一束头发啊，放在手里，来切记这个不要拉着这条导线啊去剪，因为你剪完了后期吹干它会弹起来就变短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现在是湿发，我们把导线放在手里啊，这个位置还有一点点距离，就模仿一下它吹干的蓬松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找到上面的最高点啊，然后找到最低点，在这一段距离我们先找到它的1半啊，然后1半的1半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个长度呢，就是3比1的重量啊。什么叫3比1的重量呢？就是1份层次3份重量啊，1份层次3份重量。好，因为这个板块是一个基础板块啊，今天这期，然后的话我会教给大家最基础的操作方法。好，把这个导线呢不用，先放在旁边。接下来我们在后边呢分出2个区域，这个区域呢分几区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有上点和下点。如果你手小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分3区啊，但是呢我们的切口就容易变圆啊。如果你手刚刚好能抓得过来，你就分2区就好了。后面可以分水平线啊，分水平线。好，我们中间垂直分线。略微低头，好，45度低角度啊，拉起来。然后你的手指的末端啊，要刚好卡在这个最短的位置啊，看，梳过来啊，然后上边手指指尖指向导线的长度啊，注意这个导线不能这么放啊，要平行的展开。好啊，这个位置刚刚好，把导线放下来。啊，直接直线的切口剪过来。好，那这个导线呢，暂时不用，放在一边啊。然后接下来第2片还是垂直，好，要靠向上一片，左右的一个偏移啊，左右偏移，左右轴是指的左右的偏移啊。现在我把这个发片靠向上一片。好，第3片我们垂直分线梳起来啊，然后带好导线，再把它靠向第2片的位置，但是我们的走位呢要走圆。好，
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看，第一片拉起来，我第二片呢靠向第一片，啊，这个位置。好，我剪好了之后，第二片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第三片靠在第二片上。剪好了之后，第三片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第四片靠在第三片上啊。你的走位要随着头型去走圆，啊，始终放长一个发片。那这个方法呢就叫半圆。好，继续。跟随导线去修剪，这样呢两侧就会被你剪短。那这边呢就剪好了啊，大家看耳后的位置呢稍稍有一点点短啊。这边继续，这边要反手啊，左上右下。好，靠向上一片。继续，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底区呢就剪好了啊。我们观察一下两侧的对称度。好，第二区啊，我们把它放下来。这个导线呢，还放在一边。那我们这个方法呢，是针对剪后部你的层次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使用啊。比如说你能控制的好，你可以不用设定这个导线啊。经常我们剪头发剪的层次，有的发型剪的层次高啊，有的时候呢能剪得低啊。你这个后面的层次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，你就采用这种方法啊，很好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后部垂直分片，好，低角度拉出来。好，我们导线，好，直接梳起来。大家看，两点把它连成一线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能控制好后部的重心比例在3:1啊。仍然是相同的方法，垂直分线，然后靠向上一片，继续。走位啊，你看我这边有个摄像机啊，我只能转头模。好，靠向上一片，继续。好，你最后这一片呢，一定是耳后45度啊！你看，这是随头型，是不是？这是全部向后，在这个角度内，你最后一片的左右轴应该在这个位置啊，45度的位置，向后45度的位置，啊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你拉到这儿，那你就剪错了啊，拉的大了。那如果你随着头型，前面就更短了啊，要卡好中间这个角度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行。好，继续走位。都靠向上一偏，
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部就完成了。在黄金点以下，我们完成了一个3:1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由顶点分到耳上点啊，把上面这个区域呢，我们完成。上面这个区域呢是头发的表面，所以呢，它不可以再降低了，直接拉平，拉平，然后呢去剪一个圆弧形，这样它落下来呢，表面是没有映线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动到黄金点的长度，因为黄金点的长度呢是整个的后部的重心比例啊。上面剪的偏圆弧，好，继续，方法相同啊，都是靠向上一片，然后身体要走位，剪到两边呢逐渐就变宽了，所以呢，表面的头发磨完圆之后，我们再降低，好。跟随下边的导线去完成。好，这样呢，大家也能看得到，这条重量线不是很斜，因为我走的半圆是一个微斜的状态，但是还保留了后短前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。然后大家也能微微看到它有向前走的流向。至于这个位置原版上是没有修外线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原版的这个发型呢是并没有修外线的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外线修饰一下这个位置。拉平，继续，继续走位，降低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整个后区就剪好了。剪好了之后呢，大家看这个位置呢会有外线呢会短其实它并不是外线短了，而是径侧点的长了。我们从中间分开，向前 C 型梳理。向前 C 型梳理，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径侧点的头发长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走一个内弧形，把这个外线呢切一下，起始点在后部正中间，我们向上扬，剪一个内弧形让它向上扬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向前 C 型，好，继续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边的层次以及外线呢就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剪到侧发区，侧发区呢分为上下两区，要注意很多人呢侧边连接不好，都是这样的，在分区的这个位置去横分我一般采用这种方法，把所有的头发梳下来然后直接分过来，这样呢，我们在剪第一片的时候你临近就会拉起来导线好。我们开始修剪，还是垂直垂直发片45度，然后向后带一个发片45度提拉，跟随切口。
向后靠一个发片。相对于那个我们前几集的经典饽饽头啊，它会比较轻一点，而且呢窄一点啊。因为我们走的基本上是随头圆，是不是？就放长了一个发片，叫半圆啊。所以呢，两边呢它不会拉宽，这样呢，这个外线呢会变成一个弧形。上边放下来，继续。接下来就跟着导线剪啊，45度，向后带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我这边呢就剪好了。好，另一侧横分，垂直啊，然后向后靠一片，跟随导线。继续，继续向后靠，它的外线呢是上，然后逐渐变下。方法相同，向后靠一片，因为我们的头模呢，鬓角的位置呢，它会凸起一块，所以呢，我们 C 型梳理啊，真人的不会啊，向前 C 型梳理，手微放平，把鬓角的长度呢磨掉一点点，去内角，啊 ，OK， 这边呢方法也相同。向前 C 型梳理，把这个内角呢磨掉。OK 啊，这边也完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头发呢做了一个基础的吹风啊，然后呢吹干之后，我们把齐切口去进行点剪柔和。注意啊，这一步剪刀不要深入太深啊，不要把发尾的质感破坏。好，整个头发还原角度都进行一个发尾柔和。
啊，下面降低角度，整理剪过的器械不要揉一下啊。那揉好呢，我们就开始再去把头发整体都梳顺啊。我们看一下哪个位置还需要再调整啊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外线进行修剪啊，大家清楚的能看到啊，我们走半圆的方式方法呢，这个两侧呢会收得很窄啊。我们点剪把外线进行修整啊。刚才是丝发剪外线呢不太精确。好，因为我们垂直分线去修剪呢，鬓角的位置呢总会长出一块，想要避免就要分斜线修剪啊。但是我们这节课是分享垂直修剪的，那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点剪把外线修得顺畅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这边呢方法相同，我们点剪，先把它外线呢搞流畅一些。这一步呢，就是考验你的耐心啊。好，反复梳理，反复清理这些毛躁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原版啊，原版呢它是这个位置没有修外线的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外线呢修好了。那好，今天呢课程就到这儿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练习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